Hello， 新浪娱乐舆情实验室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宇宁。刚那个找我的时候，他是给了我10集剧本嘛。那我看到这前10集的时候，我就觉得，看到剧本里边角色我很喜欢，包括剧情什么的，我都很有感觉，所以就当时就接下来这个角色嘛。可能他是我以往演的角色里，就是每一样都最极致的一个角色吧。对，因为他很聪明，他的智商呢就是已经拉满。智商拉满，武力值呢也在我们这部剧里数一数二，然后呢有钱程度呢也是数一数二，做事的决心和毅力也是数一数二。他这个戏情节非常的怎么说呢，有一点虐其实，然后呢我就发现好像这部戏是我哭的最多的一部戏，然后就是动不动好像就是不行了，我自己我想说我作为一个男的，在这个剧里就别老哭了，老哭好像不太爷们儿。但是你这个剧情到那儿了，就是你自己有感，你就觉得我不行了，我忍不住了，我就很感动，然后就是让自己想说，对，每到特别痛苦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痛苦，这个让我觉得很难处理啊。没有变化，因为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在这部剧里从来没有叫过他苏沐哲，因为我觉得他在燕子京的心里，无论他是什么时候、什么身份，到了什么境遇，或者他对自己怎么样，是什么态度，他心里在燕京心里，他都是那个最开始认识的端午，打动着我，所以是让我对他有感觉的啊，是很惭愧。对，我觉得。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说我演的角色死亡率达到了80%，对，就是这个。至于这部《珠帘玉幕》，我最后活没活下来，咱们到时候拭目以待，是不是？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可能有些人这个活着跟死了似的，有些人死了但却能够被所有人所记住，我觉得这也是我安慰自己的一个点啊。对，我就可能说可能这个角色这个嘎了之后呢，大家会更记住他吧，记得这个故事、这个世界、这个人来过，所以这是你挑剧本的偏好吗？也没有，真的是巧合，可以演一个幸福的人吗？我会尽量演的。我不担心进入舒适圈，因为首先演员对于我来说是我的一个新职业，就是而且我是一个爱折腾的人，我不会让自己太舒服的。对，这是第一。第二呢，总在说逃离舒适圈，其实吧，就是我个人的见解啊，就可能不太成熟。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必要说一定要告诉自己逃离舒适圈。你在你的舒适圈真的做到极致了吗？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总听一些人分享他们的理念，说我要做点不一样的东西什么之类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如果我做的话，我也想做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前提我是希望我自己先能在我的这个领域当中做好，做到我认可它，已经就是很舒适了，然后我可能再做别的。对，现在所以我是想说，我会在我想要做的这件事里把它做到极致啊。那所以您是认为自己有舒适圈吗？我都不太舒适对，因为我本身是学厨师的，你说哪个能舒适？唱歌能舒适，还是演戏能舒适啊？就可能直播舒适一点啊。对，直播我是干了年头比较多了啊。第一是我歌手的身份肯定是我的立身之本嘛，然后我也是承诺说做专辑，但是3年了，第2张专辑还没出来，我觉得确实有一些惭愧，而且再加上我最近看了一些演唱会，包括我去去朋友的演唱会上当嘉宾之后，我又很想念开演唱会的感觉了，所以想说，那我这4年其实在横店基本没离开过横店。然后在成都拍了，在重庆拍了一部分戏，在成都拍了一部分戏，剩下所有的时间都在横店。那我一直都在就是一直在做演员这件事儿。然后呢，我应该回来做歌手，把歌手这个身份再重新让它就是怎么说呢，运作起来吧，就是把演唱会开起来。对。那听说明年开年就会有演唱会了？对，应该是的，对。会准备哪些小惊喜给我们？
小惊喜就是因为我开过一巡了嘛，开过一轮的演唱会了嘛，一个巡演，然后开了6场。那这一次呢，想说我场次可能会多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呢，肯定因为第一次开没有我对于我来说没有经验，第二次呢，可能我会经验稍微丰富一些，然后再加上更多自己的一些想要表达的，然后自己的一些设计，自己的一些理念，在这一场演唱会当中，然后希望它是一个我跟我的粉丝。我这些歌迷朋友们，包括所有可能想要来看我演唱会的这些朋友们，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聚会，一个 party 啊，然后让我们都有更多的参与感和互动感的一个演唱会吧。作为丹东舞王，会不会在演唱会上挑战一些唱跳的歌曲？因为现在收的歌没有唱跳的类型，所以但是也想要说怎么也得来一个吧，应该是要来一个的，所以到时候。看吧，看吧，有可能会有的，有可能没有的话，就有别出心裁的一些节目了。那网友也调侃你说你是上半身舞王，你认真这个称呼吗？我上半身舞者可以，舞王真的是担当不起，反正就是有点不太协调。一到跳舞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大小脑配合的就不是很恰当啊。可以啊，我没想过这件事儿，但是到时候可能也会有朋友过来，邀请他们来做客啊，然后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啊，我觉得这是我可以做的一件事儿，有没有什么名单？首先佩妮姐呀，然后齐哥呀，任贤齐老师啊，因为齐哥上次其实我有一场演唱会没有兑现，然后是武汉那一场票虽然卖完了，但那场演唱会没开，所以那场演唱会本来是已经跟齐哥说好了。他要来给我当嘉宾，结果后来因为一些咱们的特殊原因，所以导致那个演唱会没开，所以后面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齐哥有没有时间，对，我会邀请他的，然后包括一些认识的朋友啊，到时候都会去邀请一下，希望他们有时间来玩一下。不知道，我可觉得，因为我的普通话也不是很标准对，就是吐字也不是很清晰，今天还被人误会了吧？当时，对，所以就是我不知道他应该就是可能无意当中刷微博刷到这个精神小伙了，感觉咋咋呼呼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想更多的去，就是可能随手点了个关注吧，我不知道，因为我跟他没有说私底下有一些交集或者什么样的。如果有机会碰到了，还真的可以说。哪怕说我有这个荣幸跟人合作一个，或者怎么样，有音乐上的合作，或者是真正的去了解一下你到底为什么关注我，不知道，我可能会问问这位老师。谢谢你的认可，我还得继续努力。困难可太多了，就是其实我当时我在网上听到一个言论说，那个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可能当然我不会自己认可自己的，但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刘宇宁台词声音很好听。他会说这个有些人就说他是歌手，他的声音好听是正常的。那你可以看看我最开始的那2部戏，那个时候台词是特别不行的，他还是需要你去花功夫去研究、去琢磨、去练习的。所以呢，我作为一个非科班来说，其实我不敢说自己努力，但是我还真的练了很多。但是现在还是在努力的学习过程当中啊，还在继续努力。然后燕子京的台词里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小设计？自己的小设计啊，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嘛，他有前期的时候有一点口是心非，比如说那个有一场戏是那个端午来找他请教一件事儿，我平时的说话方式都是这种的，进来说干什么，就是比较的沉稳且稳重，但是呢。那场戏是他来请教我一个文字该怎么念，但是问题是我不太会。那不太会呢，所以你在台词上处理，你就不能说我不会，你会这样就会觉得更加的那个不太好。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在所有的那个语调上和台词上，你要把速度提起来，且把音调调高，就是会我当然会了，这有什么不会的啊？我下次给你讲，就是你知道吗？他把这个台词的这个音律和速度一调，它就会体现人的另外一个内心的一个性格，就觉得我就会在这种特殊情节上会有一些台词上的设计对。那个时候我俩是喝完酒之后的，然后我好像问他一句，我说你恨不恨我？然后他说我从未恨过你，你信吗？
当时我听到那个词的时候，我其实很震撼的，就是在我理解，端午一定对他有所恨的，但是他没有恨我。然后我当时我愿意相信，但是我又不敢相信，我说了一句我不信。但是我不是说真的很认真的说我不信，你在胡说八道什么的，我一定是自嘲的那种我不信。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恨我，我能理解，我认可，我也愿意让你恨我，这样你可能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对，所以他那个还是那句词儿蛮有感觉的啊。刘怡宁揭秘宁圈5大未解之谜，刘怡宁拿小狗练台词。哦，当时有一个视频嘛，当时我说是谁吃了这个什么蒜苔炒肉是吧，还是什么鸡蛋炒芹菜炒肉是吧？没有，那天其实就是无意当中，我就因为他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哪怕跟他说，他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呢，其实就是把那个氛围带给他就好了，让他知道他做错事儿了。那天我还真的是在教育他，因为那一次是他已经偷吃了4、5回的一个次数了。因为那有一个期间我是什么呢？我那个时候在拍戏嘛，我减肥，然后我们那个工作人员给我煮了一些水煮虾，就是吃完不胖嘛，我就放在桌上，放在我们那个桌上，我就下去，然后我刚要吃，然后现场说，哎，那个现场叫了，我就去先拍戏，我已经拍完这场回来吃2口嘛，结果一回来虾没了。全被他吃了，所以那次也不是拿他练台词，也是对他一个教育啊，不能乱吃东西，不能上桌吃东西，没规矩啊。小鬼的胳膊上有刘怡宁的签名，这是真的吗？是啊，对，因为那天他也不知道为啥，就是找了我们这一圈朋友都给他签了个名啊，签胳膊上了。刘怡宁是夹子音高手。不是，我夹不起来，可能有的时候总有一些奇怪的动静发生，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很简单，因为它就是一个假声的切换嘛，啊，比如像前2天录了个 vlog， 然后结尾的时候说了一句拜拜，大家会觉得哦，好，这什么动静啊，够了，就这，其实就是在用唱歌的方式啊，拜拜啊，就是假声嘛，啊，不是夹子音，我不夹，我这么粗糙的一个爷们儿，然后怎么夹不起来？你会？哦，是吗？刘怡宁的手比脸大。好，那也倒没有吧。如果我拿起来没有脸大，是不是很打脸？应该没有啊，这样啊，应该是没有，差不多。刘怡宁会给小马带小零食吃。哦，这个是真的，这小零食嘛，对，就是这是拍哪部戏？我每部戏最近拍的古装相对来说多一点嘛。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和马嘛，还有腿嘛，对，主要是骑马的比较多，而且我又总演一些武功相对高强的人，然后你就去骑马嘛。然后有的时候马呢，它毕竟是跟你不熟嘛，对吧？动物还是有那个戒备心的，所以你想消除它的戒备心，很简单，就跟小狗一样，你就喂它好吃的嘛。然后呢，马我相信也是一样的，你就经常喂它，然后让它感受到你的友善，它就不会对你那么防备。